您好，请问这里是江先生家吗？我是庄旭。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又要来临了，像南京这样高校云集的城市，似乎已经习惯了频繁的离别。不过就业压力冲淡了毕业的伤感。今年江苏省立大学毕业生人数超过2011年，再创新高。4月份，南京将举办多场大型招生会。开不开路啊？快通知大家，本西瓜实习结束，滚回南京了，速来校门口列队欢迎。听说有个人回宿舍都要列队欢迎，谁呀？这么大牌，不认识。唉，那就算了。可怜我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好重啊！要不我扔车上好啦。马上就来，说吧，要我们站什么样的队形？我亲爱的瓜，听说你提前1天返校，我内心狂喜，飞奔见你。这种带了鸡鸭鱼肉的事情，你偷偷告诉我就行了，干嘛让我通知别人呢？不懂事。你是在北门下车吧？别动，有惊喜。惊喜？谢谢。慢走。哎。大老远就闻到了这辆车里散发着红烧鸡的味道，果然没错。哇，西瓜，你这杀了多重一只鸡啊？这么重？你怎么知道那个装的是红烧鸡啊？都说了能闻到味道的，红烧鸡、啤酒鸭儿。你们也太隆重了，一共1只鸡1只鸭，用不着全宿舍来接我吧？不是说好了给你个惊喜吗？他们怎么还没来啊？哎，来了，总算来了，这么磨蹭啊！不好意思啊，我们来晚了。知道啦，你们2个一起来的呀？路上正好碰见。西光，你回来了。啊，蓉蓉，这是什么情况啊？我就带了1只鸡1只鸭，够吃吗？你真以为我们是为了你的红烧鸡啊？今天我们去和盛聚餐。那我能不能算有特殊贡献，不用付钱啦？你们2个少给宿舍丢人。今天庄旭请客。庄旭请客？对啊，什么语气啊？我就是有点意外。他拿到了上海华亚银行的 offer， 月薪过万，所以请大家吃饭庆祝一下。华亚银行。恭喜啦，庄旭。那个，以后去上海吃喝玩乐就靠你啦。你不是明天才回来吗？哎，庄旭，你还请不请啊？我都要饿死了。盐水鸭、砂锅猪蹄、孜然牛肉。庄旭怎么知道本来我明天才回来的？我们宿舍都知道啊。老大男朋友向群跟庄旭是一个宿舍的，卓慧又在追思亮，蓉蓉跟庄旭又是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的邻居，谁提了一嘴，应该都有可能吧。再加个这个。够了够了，还有西瓜蛋2个硬菜呢。不行，我带了算我的，他请是他的，怎么能少？酸菜鱼。糖醋排骨。
鲜榨果汁。要什么果汁？我们这里鲜榨的果汁有橙汁，还有西瓜汁。西瓜汁2扎。来，我们先干一个，庆祝庄旭成为我们商学院第1个拿到上万月薪的毕业生。我富贵勿相忘，沾沾好运，祝我们都找到好工作。还是有点不真实感，居然这就4年了，我们居然要毕业了。这个时候才觉得真舍不得校园生活，以后再也不用去操场打卡，也不用去食堂排队。别难过了，你们宿舍除了阿芬回厦门考公，其他人不都在找上海的工作吗？我和周辉和阿明也在投简历，争取大家都还在一块儿。就是啊，而且我考研也在上海啊。以后大家上班啦，有钱啦，记得多请我这个穷学生吃饭哦。你就知道吃。蓉蓉，你南京和上海的 offer 都有吧？但是现在肯定选上海，对吧？上海机会多，发展空间大。以前我就打算选上海，只不过现在手头上的 offer 都还不太满意。下周国展中心那边有大型的招聘会，你们去吗？听说很多上海的企业都来。我肯定要去，我也去。哎，西瓜你呢？西光家条件那么好，上海的企业肯定随便进吧。我没有啊，我回无锡。无锡？对。哎，哪个单位啊？就是我刚刚实习的会计师事务所。家里找的？命好啊！有的时候真羡慕你，什么都被家里安排得好好的，自己都不用操半点心。事务所也挺累的，据说忙的话加班也要到凌晨3点，而且刚进去薪水也不会很高。一共320。别上去了，准备走了。你好，我拿一下我行李箱。好的。那我出去等你们。谢谢。他们人呢？不知道。你好像对无锡的工作不是很满意。如果不满意的话，可以自己去找。对送上门的工作挑三拣四算什么？不是，我只是听老员工们那么说，照搬了一下。是吗？那为什么不自己去找工作？一直在无锡，在父母身边当寄生虫，不觉得没意思吗？不觉得，而且这好像不关你的事。西光、庄旭，你们2个怎么在外面啊？我们一直在上面等你们。我不是给小凤发信息，让他帮我拿包了吗？装死了，这里面装了什么？电脑。那你可要带着行李和书包去 KTV 了。刚刚庄旭说吃完饭请大家去唱 K。我不去了，你们去玩嘛。你一个人回宿舍干什么？我。舅舅啊，西光，你妈妈说你回南京了，怎么不打电话给舅舅啊？我刚到，正好赶上同学聚会。聚完了吧？晚上来舅舅家里住。房间已经给你收拾好了。你人在哪儿啊？我开车去接你。哦，不要了，我自己过去就好。
你们去玩嘛，我舅舅让我去他们家住。晚点再去不行吗？不了，坐了一天车，累死了。你们去玩，我不去了，明天见。爸，明天见，拜拜，注意安全啊！喂，姐，你还没上车吧？没啊。那别忘了把我 PSP 带来。PSP 在宿舍，我都走到公交车站了，我下次带给你吧。不行，你有中年健忘症，下次还有下次，我不信任你。江瑞，我建议你重新组织一下语言。啊，没上你健忘症。哎，我求你了，姐姐，今天就去帮我拿一下嘛。这还差不多。KTV 居然没有房间了，今天又不是周末，怎么这么多人啊？怪不得庄旭一直沉着个脸。哎呀，去夫子庙逛逛也不错，真的吃太撑了。我怎么感觉庄旭不是很想去啊？是有点儿，不过今天他组织的，也不好扫大家的兴吧。蓉蓉，你和庄旭今天怎么了？吃饭的时候好像都没说话。我们是什么关系？谁规定我们一定要说话的？你们什么关系？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商学院公认的金童玉女。有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搞什么，明明两个人都有意思，但就是谁都不肯说。如果你们俩能早点挑明的话，当初西瓜也不会。你们到底打算怎么样？就这样僵着吗？都快毕业了。蓉蓉，你们都太骄傲了，有时候先退一步，并不代表就是输了。今天的叶蓉，还是当初那个叶蓉？你们以为今天的庄旭，还是那个庄旭吗？你说的什么意思啊？难道庄旭会因为月薪过万就变心了？我看他不像这种人。蓉蓉，你后悔了是不是？你们好了没？走了。从学校北门坐公交车到舅舅家，只需要15分钟。大一到大三，我坐了无数遍。我以为我会在舅舅家住到大学毕业，直到大3寒假的时候，我认识了庄旭。拜拜，拜拜。江瑞，干嘛？你的新家教我听过他的名字，他的舍友向群是我舍友老大的男朋友，我还有一个舍友叫蓉蓉，他们是青梅竹马。这么复杂的？那你怎么不认识他？不是一个系的呀，而且我一直住你家嘛。他好像经常在外面打工，不怎么在学校吧，我都没有碰到过。原来他真的很帅。那还行了也，快点，不是冻死了。真的很帅。哎，我感觉庄哥有点东西啊，上了半个月课，我感觉提升不少哎。那当然了，他可是国经系最优秀的学生，站出去能让我们学校的男生提高一个层次的大帅哥。梅西瓜，你不对劲哦。哪里不对劲啊？哦，对了，我开学打算搬回学校住。什么？我不会是为了庄哥吧？
你为了个男的要抛弃陪你住了3年的弟弟，3年啊！后来我一直在后悔，要是那时候没搬回学校就好。Hello 啊，靓女，要自行车接送吗？5块钱一艘。走啊，师傅。一碗啊！舅妈，我真的喝不下了。今天同学请客，我大吃特吃了一顿，喝汤又不占肚子，特别为你炖的。好吧，我就再喝一口。哦，离毕业也不剩几个月了，希光啊，我看你啊，还是搬回来住吧。不了，我论文还没写完，住在学校查资料方便一点。拖延症。会计师事务所那边实习怎么样？工作就定那儿了？同事都蛮好的。也好，在无锡啊，你还能陪陪你妈。你妈跟你爸离了婚，现在一个人呢，也未免孤单，而且……停，打住啊！谁说我大姑子孤单了？我每次给她打电话，不是在旅游，就是在跟朋友喝茶，日子过得逍遥得很。哎，我说你们男人能不能别这么自恋？就好像我们女人离了男人，日子过不下去了似的。好，我说错了啊！当年啊，我跟你舅舅刚结婚的时候，没少跟你妈吵架。但离婚这事儿啊，这果断劲儿，我佩服他。你别嫌舅妈说话难听啊，你也程远这个没良心的，当年要钱没钱，要户口没户口，正式工作都没一个，被钱方平甩了。你妈是看上他模样能力，扎扎实实是图个人，结果倒好，人模狗样出头了，人也跟着变了。钱方平死了老公，头七都没过，在他跟前一哭，装个病，他就不当人了，连人家女儿都要，不嫌丑，还搁那装模作样的说只是帮帮老朋友。哎呀，你当着孩子的面说这干什么呀？还有，你这说话，你注意用词儿。我家里那会儿没钱，书没念完，不像你们江家兄妹都是大学生有学问。但是这些话怎么就不能说了？他们俩一个马上高考，一个步入社会，就应该知道这些，还把他们当小孩藏着躲着，我才吃大亏呢。也是，你多教教啊。这个找对象这方面呢，得有你的眼光。怎么还夸上自己了？你们两个喝完了可以回房间了。那多吃点的是你们，人赶快滚的还是你们。这孩子，走起，睡觉去。早安。哎，早点睡啊。晚安。晚安。你呀，这聂成远毕竟是希光的爸爸，那他听了也是会难受的嘛。而且，他没犯病之前，这聂成远不是也把女儿捧在手心里的吗？你说你这……你说的是，谁不盼自己的父母好？我下回注意。西瓜，哎，我就知道你要睡懒觉，肯定下午才回宿舍。你们昨天去夫子庙好玩吗？还好吧，边走边吃，搞得我更撑了。估计只有你一个人这样吧。北门口的打印店好贵啊！我就打个求职简历，3碗牛肉面没了。你都考上研究生了，做求职简历干什么？去见识学习一下嘛。我3年后还要找工作呢。你还真去招聘会啊？当然了。你待会儿把模板也发我一下，我也做一份。
你又图什么？去试试呗，说不定有什么更好的机会呢。公务员毕竟薪资低了点儿。卷，真卷。你好像对无锡的工作不是很满意。如果不满意的话，可以自己去找。对送上门的工作挑三拣四算什么？那为什么不自己去找工作？一直在无锡，在父母身边当寄生虫，不觉得没意思吗？大菊同学，有个问题。如果让你选，你是想当一只家猫，每天悠闲自在的吃吃饭、晒晒太阳呢，还是当只野猫，自己觅食，圈一块自己的地盘呢？野猫啊，好吧。你是一只有志向的喵，我总不能连只胖猫都不如吧？要不我也去招聘会看看？思亮，别慌张了，今天只是去投简历，又不是面试。有时间画一个，留个好印象。哎呀，人家根本没有时间仔细看咱们。快！按照经验啊，公交车将在20分钟之后停在北门，大家还有5分钟的时间收拾。哎，等我刷个牙、洗个脸，3分钟。什么？你也去？我说你没事来吃这个干嘛？待会儿到了招聘会人更多呢。人多一点没事，密度不会这么大吧？哼，还能苦中作乐呢，不错。庄秀和卓辉他们已经到招聘会上了，在那边等我们。你们怎么没说庄旭他们宿舍也去参加招聘会啊？我也是才知道啊。完蛋了，庄旭不会觉得我是被他刺激了才来参加招聘会的吧？在这儿呢，哎。面试官，你也来参加招聘会？啊，我参加激励行动嘛。上次招聘会人还多呢。这次规模更大，我们一群人效率低，分组行动吧。我带着阿珍，我跟思亮一起。那我跟西瓜阿飞一起呗。好，那蓉蓉，你和我跟着他们几个女生，安全一些。那走吧。好紧张。哎，我想看看这个。你看吗？你去吧。来，你好。您好，我是江宁大学本科生。应该会非常的适合我曾经在无锡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实习过。
庄旭，我想投这家，但有点挤不进去，你能不能站在前面帮我开下路？这家公司还不错，可以叫他们一起。我当然是不介意了，不过待会儿如果有他们看中的企业，你可别说要帮我投，这不是给人家增加竞争对手吗？哎，他们人呢？谢谢。我的简历都投完了，你们呢？我的也是，真厉害。谢谢大走吧，累死了。西瓜呢？我走散了，就在这里等等他吧。这里。喝水。啊，谢谢，庄旭买的，谢他吧。谢谢。不用。你上哪儿去了？你们上哪儿去了？西瓜，你没投完啊？哎，我还剩3份，后来跟他们俩走散迷路了。这几份简历，你打算怎么办？扔掉？都快散场了，等下次再投吧。我有一个直系师姐，今年负责盛远的招聘，我帮你拿过去。师姐，哎，庄旭，怎么想通了，来投奔我们盛远了？不是，想帮一个同学投下简历。哪个同学架子这么大？劳动我们商学院大才子带头。哎呦，还是个女生，聂西光，名字蛮好听的。哎，你有目的啊？你工作地方就在我们对面呢，怎么想近一点啊？不是，只是帮同学忙，他没有投完。是吗？哎，你看对面，南京的大公司 ，HR 我熟啊，你手里简历还有剩，我帮你投一下。不用了，目前只想投上海的。还不承认？行了，简历给我吧。林总，这是我们投资拓展部的林总。我们公司特别重视今年的毕业生招聘，主要城市都有部门经理来坐镇。林总您好。你好，这似乎不是你的简历，是我同学的简历。这是我江宁大学的师弟，商学院高材生，可惜被我们对面的华亚银行给抢走了。他帮同学带个简历。华亚，的确优秀。不过，求职者本人为什么不来？刚刚人太多，他崴了脚没法自己过来。为什么帮他投盛远？因为和华亚离得近。当然不是，因为盛远是一家全方面都顶尖的公司，人人向往。简历我先收了，但是有没有机会面试，最终不是我能决定的。我知道，谢谢师姐。老大，你怎么样？你帮西光全投完了？看到还有几家公司没走，顺便投了。什么公司啊？随便投呢，名字不记得了。谢谢。你刚刚怎么不说你认识盛远招聘的人？
难道你需要走后门？走吧走吧，累死了，回去了。庄旭和蓉蓉是不是又闹矛盾了？没有吧？他刚刚是不是故意惹蓉蓉生气啊？是吗？等一下，我的手机不见了。蓉蓉买新手机了吗？好像被家里人骂了。真是，又不是她想丢的，这都丢了好几天了，回头再耽误面试。没事儿，他简历上也写了邮箱和宿舍电话。什么时候才能记得上床拿手机啊？上海的电话。谢谢老大。喂。哦，好的好的，稍等一下，面试时间，地点，谢谢。西瓜，你收到面试通知啦？哪个公司啊？盛远。哇，好厉害啊！大公司哎！这不是庄旭帮你投的那家？是不是蓉蓉也投了呀？大公司面试的人多，那肯定是一批一批的，说不定就是西关最后投的简历，反而被放到最上面，最先就被通知了。我看啊，也有庄旭的功劳。蓉蓉不急的，肯定马上就通知了。对，就是这个道理。哎，蓉蓉，你这么说还比西瓜多好几个呢，肯定也能收到面试通知的。你不去上班，再多读几年书是正确的，这个情商没救了。论怎么样一句话得罪2个人？2个？还有谁啊？这里。虽然小凤同学你说的是事实，但还是狠狠得罪了我，所以你要将功补过，帮我准备面试。林总，这是本部门投研岗1季度的述职材料。另外，大盛总安排了聂总的女儿下周面试。我知道了。Graduated from University Jiangning with a major in accounting. During my time at university, I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various club activities and projects, which significantly enhanced my teamwork and leadership skills. 等一下，这算不算诈骗啊？事实上，我大学4年什么活动都懒得参加。啊，美化，大学生的事情怎么可以讲诈骗呢？行吧，那你再用英文问我几个问题。好。盛远 is a local real estate company. Why do you prepare for an English interview? Just in case. Wow, you are so well prepared this time. Yeah. But why are you so serious for the interview? 西瓜，你为什么这次这么认真？平时你都是漫不经心的，难道是因为这个面试机会是庄旭帮你拿到的？好像有一点点。什么有一点点？
你刚的问题啊，不希望被他看扁。不过这样的话，别人是不是也这么想啊？那我哪知道？不过那个简历是庄旭抢过去帮你投的，那怎么也怪不到你头上啊。不过那天真的好奇怪啊，庄旭为什么要帮你投上海的公司啊？难道是希望你去上海？不要多想，事实证明，多想就是自作多情。吃一堑长一智。好。不过就算我面试上了，我可能也不会去上海上班。那你为什么要白费那么多功夫啊？因为我必须证明自己的能力啊！我要证明，躺平只是我的选择，只要我想做事，我就能做好。哦，燃起来了！叶小姐，请坐，请坐。久等了，我有点事耽搁了一下。没关系。坐坐坐，喝口水。谢谢。聂小姐从南京赶过来，辛苦了吧？还好。聂小姐不必拘束，我们大盛总已经交代了，我就随便问几个问题，走个过场。大盛总，关于永续债的发行，暂且缓一缓。咱们盛远不要去做那个出头鸟，看看风向再说。我也觉得缓一缓好。盛远目前的负债率和资金成本还是比较理想的。现在说下和无锡远程集团的合作项目，之前已经跟董事长汇报过。远程是江苏商业地产的龙头，之前跟我们在江苏博多合作。现在他们想进军住宅开发，最近在无锡拍了一块地，希望和盛远联手打造无锡首个高端智能住宅社区。评估组那儿已经初步通过了联合开发的提案。这是形成的评估报告，无锡人均 GDP 在全国前3，比起周边城市溢价空间较大。评估组认为这个项目还是很有潜力的。小聂是有锐意的。大家说说自己的看法。我投个赞成票。我们和远程不是第一次合作了，聂成远人品、能力信得过。给的条件也很有诚意。他们作为当地企业，对无锡市场及政策肯定非常熟悉。我觉得这个合作稳妥。那可不一定啊！聂成远说到底就是个暴发户，哪来什么底蕴啊？我们又何必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他弹轿子呢？说到之前的合作，苏州那个光伏厂扩建，远程2期资金迟迟不到位，人品怎么样，实在不好说啊。因为欧美的双反调查，光伏市场现在什么情况，大家都知道。我其实也想说，是不是应该及时止损？第3，两桩事，你怎么看？我记得去年你反对过光伏厂扩建，那是去年上半年。当时光伏国际市场依旧繁荣，但产能过剩的苗头已经出现。所以我认为，与其扩充产能，不如投资技术，苦练内功，等待下一轮机会。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既然已经投入扩建，沉没成本也比较大，那就不宜犹豫，反而应该加快速度。利用周期低谷完成生产线的升级和扩张，毕竟新能源行业关乎国家战略，崛起趋势是不可逆的。至于远程，如果催要后他们的资金到位情况依旧不理想，可以考虑增资扩股，稀释他们的股份。今天这桩合作案呢？今天这项合作，如果董事长抱着扶持晚辈、做慈善的目的，那无伤大雅；如果从商业角度出发，我看不到对盛远有利的地方。
说说原因。无锡确实非常有潜力，但市场爆发力并不强，而且无锡的安置房质量较高，导致商品房去库存的速度比其他城市缓慢，非常不利于投资商的资金回笼。当然，盛远能从中获利，只是诚如盛经理之前所说，现在地产业遍地是黄金，但是黄金有大有小，万一要捡起哪块都是机会成本。远程扔出的这块太小了，何况远程也不是没有大黄金，他们去年才大张旗鼓拍了块南京的地，预期利润和资金回收速度远超无锡这个项目，却捂着独自开发，这样没有诚意的合作方，长久合作是长久的浪费精力和品牌影响力，反而滋养了他壮大。大外甥今天是怎么了？平时特别韬光养晦的一个人，今天居然这么犀利。远程这个合作项目对于集团来说的确鸡肋，但是对小林总没有什么妨碍。我看这个里面有问题，你问问聂总，是不是和我们小林总有什么不对付？我一会儿就打电话给聂成远，好好问问他怎么得罪我这个外甥了。做慈善，滋养他人壮大，这2句话足够让董事长却步。这老练称夫，谁能想到他才入行1年多，以前还是个外科医生，说话跟刀子一样快准狠，直戳肺管子，倒是有几分大小姐当年的风采。申爷，帮你抢到了糖醋排骨，标准8块，没偷吃哦。谢谢你的跑腿费。还是你上当。西瓜，你面试还顺利吗？情况有些复杂，跟我想的不太一样。你就说有没有戏吧？有，但是我还要再想想。那就是成功了，我1等功哎。面试上大公司，请客啊！别了吧，最近3天2头全是聚餐，我都胖了好多了。再说了，西瓜不还是没有决定要不要去盛远吗？不行不行，大家马上都要出社会做牛做马了，毕业前多吃一点，多囤点脂肪，合理。我约人了，我得先走了，你们慢慢吃。慢点，拜拜。拜拜。我也吃完了，那我先走了。西瓜，你刚刚说话也太不小心了。蓉蓉一直没有接到盛远的面试电话，她最想去的就是盛远了。你倒好，能去，却说还要再想想。我的问题，我没想那么多。你如果不回无锡的话，去盛远不错呀。你在考虑什么呢？没什么，我不是还投了几家别的公司嘛，想再看看。走吧。就去吧哈。今天的小鱼菜不错啊。凑齐，慢慢吃，慢慢吃吧。不要做饭，去吧。阿姨，蓉蓉，好一阵子没看见你了，快坐。越来越漂亮了。工作找的怎么样了？你成绩好，应该随便挑吧。还好，就是有点事情，想找庄旭帮忙。你们从小一起长大，这么客气干什么？他跟庄飞呀一起去买东西了，马上回来了。这不回来了吗？蓉蓉说找你有事儿呢。蓉姐，你好好跟他聊聊。
什么事儿？这阵子我收到了很多面试通知，可是一直都没有盛远的。我想了好几天，还是不太甘心。你不是有个师姐在盛远吗？我想让你帮我问问，我为什么没有面试机会？不用你帮我走后门，我就是想知道我欠缺在哪里。0512，苏州。喂，你好。喂，你好，这里是苏州双远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的人事部，请问是聂希光吗？我是。很高兴收到您的简历，我们通过认真筛选，诚邀您参加公司财务岗位的面试。如果没问题的话，面试的时间地点我们待会儿会通过短信发送给您。好，谢谢。所以不靠爹妈，我也是可以自己找到工作的嘛。希光，来下洗墨厅，有事。老大，你也被思亮喊去洗墨厅啊？是啊，你也是啊？啊，我跟他什么事也不说，神神秘秘的。果然，我没有猜错。怎么？你看现在几点了？快5点了呗。对啊，这个时间肯定是聚餐呀。搞不好他突然拿到什么大公司的 offer， 要给我们惊喜。洗墨厅离西门近，难道是去吃门口那家酸菜鱼？那小峰要气死了。他这几天去上海见导师，又回了趟老家，已经凑过好几顿大餐了。晚上的时候给他打个电话，描述一下有多好吃，让他有下参与感。那他又不是不回来了，小心回来打死你啊！怎么把大家喊在这儿集合呀？真要去吃酸菜鱼啊？哎，周旭你也在？我们家向群呢？你们这么看着我干什么？聂希光，干什么？你还问我干什么？这不是太奇怪了吗？你做了那种事，难道一点都不心虚？我做了什么啊？蓉蓉，你理智点，事情还没弄清楚呢。希光，你星期一下午有没有接到蓉蓉盛远的面试电话？当然没有啊，到现在还不承认。聂希光，我想不到你居然会这么做。会不会就是西瓜忘记了呀？那天我们走的时候，西瓜不是正在睡觉吗？会不会接了之后就继续睡，然后起来就忘记跟你说了？你是在怀疑我接了你的面试电话，但没有告诉你？你是不是搞错了？我没有接到过你任何面试电话。何必否认？可惜你机关算尽太聪明，要不是庄旭帮我打电话询问他的师姐，恐怕真叫你给瞒天过海。思亮，你能不能把整个事情从头到尾说一遍？蓉蓉一直没有接到面试电话，所以庄旭就问了她在盛远人事部工作的师姐。她师姐说星期一下午一上班就统一通知了，蓉蓉也在面试名单内。蓉蓉手机被偷了，所以公司只能打电话到宿舍。那天下午，我、蓉蓉、阿芬、小凤4个人一起出的门，只有你在宿舍睡觉。老大去外地面试了，周2回。我、蓉蓉、阿芬下午一直待在一起，小凤去火车站了，所以你好好想想，是不是当时接了电话，忘记了？我万分确定没有。其实你们走了一会儿，我就去图书馆了，所以我没有接到任何电话。撇得还真干净。可
可能是盛远根本没打电话呢，说不定是漏掉了，或者是打了但没人接，之后他们又忘记再一次打电话呢。我就猜到你会这么说。还好那个师姐她帮忙帮到底，去问了负责通知的人，人家员工怕被污蔑，于是找到了通话记录，下午2点半打的，快1分钟。他说接电话的人说了会帮忙通知，所以他们就没有再打电话过来。可他们哪里想得到，人心可以这么险恶呢？不管他们怎么说，事实上我没有接到任何电话，而且我没有理由这么做。没有理由吗？你难道不喜欢庄旭了？盛远跟华亚离得这么近，你不想我跟庄旭在一起吧？所以你蓉蓉，可能真的有什么误会，反正你现在又有面试机会了，算了吧，别闹得大家都不开心。是啊，我感觉这个里面也是出了什么问题啊。事情可以过去，可是你看他，从头到尾有过1点后悔，有过1点歉意吗？我咽不下这口气。叶蓉，你未免太小看我了。如果我真的不想让你有面试机会，你以为盛远还会打电话通知你？你以为你是什么人？现在这个社会，到底还是要靠实力说话。要不要试试？喂，李经理吗？我是聂希光。抱歉，我们是。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查证后再拨。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ed does not exist. Please check it and redial. 是空号。我还真以为钱能够通神呢，原来是装模作样。我再说一次，我没做过这样的事，你们爱信不信。您老实交代，你搬回学校住是不是为了庄旭？你们都看出来了？你也太明显了吧！但是我有一个问题，蓉蓉没有男朋友，这个我知道。那她跟庄旭究竟是什么关系啊？如果他们彼此喜欢的话，那我就放弃了。这个我也不清楚，要不你直接去问蓉蓉。蓉蓉，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要问庄旭？对，我们虽然是从小到大的邻居，可是我也不太了解他。你问错人了。啊，这样。谢谢，我明白了。庄旭，那个，
我觉得你应该也猜到了，我喜欢你，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抱歉。果然还是说的太早了吗？但是我不会放弃的，我会一直喜欢你，直到你也喜欢我。等着我搞定你吧。你跟周旭表白了？啊，对的。你怎么知道的？好像有人看见了，现在系里都在乱传话，说你和他独爱。什么？周旭他没有女朋友啊？容啊！虽然他们不是男女朋友关系，那系里都知道他们是青梅竹马，一直很暧昧的。可是，我发个信息忘了。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和蓉蓉的关系，不然我不会那样跟你说。希望没有造成你的困扰。如果他们不是那种关系，他会回我吧？他回了吗？没有。习惯，这是个值得承认的笨蛋。姐，你今天怎么回来了？我快饿死了，你别跟我讲了。你自己吃好。叶旭光，张阿姨做的小包子，吃不掉，你要不要吃啊？有肉的。姐，你怎么了？怎么又失恋了？你能不能安静一点，别来烦我？真失恋了？又失了一次？不会还是因为庄哥吧？你不是早放弃他了吗？好了，这种事儿你习惯就好了。姐，包子我放门口了。居然送你一部手机。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叶希光，那件事就算了吧，大家同学一场。这是庄旭昨天送我的，提前的生日礼物。凡事有得有失，古人的话还真有道理。
有的时候何必机关算尽太聪明？这么普通的手机，有什么好炫耀的？是，这手机是很普通，才1000多块。聂大小姐自然是看不上。不过，你难道没有听说过“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是，难得有情郎，那恭喜了。我回来啦！回来都回来了，赶紧洗漱吧，快熄灯了。好几天不见了，一点都不热情。我已经没事了。我今天刚刚从盛远面试回来，他们重新给了我面试的机会。谢谢导演，我现在心情已经很平静了，就当是提前熟悉社会吧。我肯定不会对外说的，不能给别人留下我们班级不团结的印象。但是如果别人有什么传言的话，我也管不了，毕竟我才是受害者，没有义务去维护别人的名誉。发生什么事情啊？好像很严重的样子啊！哎，西瓜呢？快熄灯了还没回来，又去舅舅家住了？是发生了一点事。星期一下午，我们一起出了门，西光当时在睡觉，你还记得吧？记得。怎么了？那天下午2点多，盛远打电话给蓉蓉，让她参加面试。西光接到了，可能忘了吧，没有通知蓉蓉，害蓉蓉差点耽误了终身大事。你们在瞎说什么啊？干嘛冤枉西瓜？那个电话是我接的，而且人家也说了会再打电话给蓉蓉的，没说让我通知啊。喂，谢谢辅导员还有各位同学今天赏光吃饭，大家吃得开心哦。我就以茶代酒，敬大家一杯。哎，别，不用，大家不用站起来，就随便一点。今天请大家来这里吃饭呢，主要是想感谢一下大家这几年对我的照顾，让我有了一个愉快的大学生活。但是也想趁此机会澄清一件事，我觉得我一定要说得清清楚楚，才能愉快的、毫无遗憾的结束我的大学生活。最近大家可能听说了，我们宿舍的叶蓉因为丢了手机，错过了上海盛远的面试。很多人都在传盛远打电话到我们宿舍，我们宿舍的聂希光接了电话，却没有告诉他，才导致他错过。在这里我要做一个勘误，那个电话是我接的，他接的，时间是上周一下午，我跟蓉蓉、思亮还有阿芬一起出门，他们3个一起去办事，我单独去上海。结果到了火车站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带身份证，于是我就回宿舍拿。第2次因为赶时间，我就打了出租车，小票我顺手拿了，一直就在皮夹里。盛远的电话是2点半打来的，我是2点40多在北门上的车，大家可以看时间。哎，还真是啊。如果这个不够的话，我也有证据。堵车来晚了，你的上岸礼物。谢谢。那天阿芬跟小凤他们走了之后，我很快就起床去了图书馆。到了图书馆，我先还了上次借的书，所以图书馆那里有我的还书记录和时间，我拍了下来。学校系统就在那儿，大家随时可以去查证。如果还不相信的话，
宿管科和图书馆应该有监控，但我是学生，没有办法查证。如果有必要按规向学校申请，我想是可以查到的。不用了，不用了，我相信你啊。现在看起来呢，这是一场误会，其实不是聂希光，是小凤忘记通知叶蓉了。这就是我要澄清的第二件事，我没有忘记，我清清楚楚地记得盛远的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会另行通知，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蓉蓉跟庄旭打电话过去，他们就换了套说辞。但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证明。可以的。我去盛远面试过，所以有他们人事部经理的电话。当然，不是叶蓉跟庄旭询问的那位我们学校的师姐。我拜托人事部经理帮我调查，他很热心。调查一番之后告诉我，是他们负责面试通知的员工忘记了第2次通知叶蓉。但是师姐询问的时候，她害怕承担责任，就说了谎。这里是我跟李总的聊天录音，还有那位员工的道歉。是我经过他们同意之后录的。西瓜，你还瞒着我去做了这些。你为了我的清白，勇敢地站出来，我肯定也要为你的清白努力啊。另外，我郑重声明一下，经此一事，我觉得盛远非常不靠谱，严重配不上我，所以本大学生不打算去就职了。